好，那么大陆渔船又跟我们船相撞，我们澎湖捕小馆的盛荣才36号控诉大陆渔船撞他，然后逃了，而且呢，从船首船有个特别名称，船的头叫做船首，船首直接撞过来，直接撞过来，那所以这个大陆这次不是3546号嘛，叫做闽惠渔1486号，撞了以后我们海巡署有去护，他真的 S 型跑了这一次，他这是 S 型跑，然后把这没翻去了以后呢，过了中线，大陆海警船就出来了，所以呢又无可奈何让他走了说那个船首呢这个损毁还蛮严重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船也很生气，说你没事撞，我不懂没事撞人家干嘛是不是捕鱼有什么冲突还是怎样好，那么另外呢，撞了以后呢，拒绝海巡署登船，然后蛇行逃逸，中共海警把他带回，所以船长的太太说，海巡执法不公，不如10年以前。不如10年以后再讲，还是不如10年以前好，那么我们这次有用水炮有水炮去打那个闽惠渔1486号然后呢，他这个在海峡中线以西10海里被中共海警船登船带回去那另外呢，这个海巡这个后送受伤的非籍渔工，就我们现在很多船上也不是台湾渔工，都是印尼渔工菲律宾渔工等等我们台湾人也不做这事，太苦了也许就是干部了，船长是台湾人那这个大陆国台办驳邱垂正说，金门沟通跟两岸协商谈判无关，我们老是要把它制造说没有92共识，我们政府跟他们还是可以谈判的，92共识不重要。那老共就很坚持，没有92共识，只是民间对民间，没有什么政府我们就算政府有这个低阶的国台办官员呢省台办了、县台办了，不过那个也是红十字会的顾问那另外呢，这个梁文杰又有新的解释了，两国两区互不隶属是一样的。赖清德说两国互不隶属，你们骂这是台独那后来又说两岸互不隶属，现在两区也是一样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按照两岸关系条例这个也是两区的所以呢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那他说呢，这等于是文字学、训诂学玩文字游戏，但不要看文字游戏，两岸关系、外交关系，这个文字其实蛮重要的有时候一字之差天差地别金门事件，大陆说不相信台湾的司法，所以很难谈判你说等到司法调查结果再说，这个不相信你的司法嘛所以不是我们不相信我们司法，大陆也不相信我们的司法。我们看一下。大量水柱不断喷射海面上渔船，海巡舰艇上警示铃大声作响，警告船只。被喷射水炮的渔船逐渐远离，原来这是一艘陆籍渔船。要自动保护麻烦，注意航安，不要越我船头。海上好多艘陆籍渔船加速蛇行逃逸，原来现在是大陆禁止捕鱼期间。31号上午，多艘渔船偷偷聚集在海域上作业，被我海巡人员警告喷水驱离后，吓得四处逃窜。其中一艘陆籍闽惠渔1486号渔船意外冲撞到正在捕捞小管的高雄盛荣才渔船，海巡先以广播鸣笛方式要求闽惠渔1486号停船受检，没想到船只视若无睹。海巡人员立刻以水炮强势拦查，并以无线电告知大陆海警船。后续海巡署将完成相关搜证资料，由陆委会和渔业署协助求偿。根据了解，盛荣才渔船在澎湖七美西北42.5海里处被陆籍渔船擦撞，导致右船身货舱有2处破洞，船上还有1名菲律宾籍渔工受伤，目前已经送往澎湖马公就医。至于盛荣才号，则是预计1号凌晨2点左右，由海巡借护进入高雄新达港检修。梁伟是这个在海上面这个渔船。这因为捕鱼的关系，然后互相这个越界，其实这也是经常看到的事情。那么只是在过去
因为两岸的关系还算和平啊，所以大家可以针对类似这种跨界捕鱼所产生的争议的事情，还有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一个解决的管道。那么可是呢，从金门的这个渔船事件之后，其实两岸关系现在特别是在海上捕鱼的这个部分，其实变得非常的敏感。那么这个以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来说的话，事实上确实可能大陆的渔船有越界，那但是我们海巡署在海巡船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过当啊，或者是说，其实过去难道都是采这样子的方式直接就射水炮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个方式可以解决啊？那么我的看法是说，其实这个金门船艇的事件好不容易落幕，也多亏我们的陈玉珍委员，好，他真的很努力的在对于这个金门的渔船渔民。遗体的这什么这送回去的事情，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好不容易这个事情看起来暂时告一段落，那似乎我们在面对大陆渔船屡可能会越界，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的情况之下，我认为我们的海巡署还有我们的陆委会应该要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不是就是一开始就是喷水炮。那你这个话让人家大陆渔船也认为说你造成我好像慌乱，那惊慌之中是不是又撞到我们的渔船？那么之后呢，很多事情就会扯不清。那当然因为金门渔船的这个事情，其实也看得出来，大陆现在其实并不相信我们台湾的司法的处理。明明不是一个那么复杂的事情，可是这个遗体的确实是搞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才带回去。那这也难怪说，他看到我们目前的司法的侦查的速度也很缓慢，那甚至都还没有正式起诉啊等等。那么这个部分也难怪大陆对我们是没有信心的。当时记得大陆的船去喷那个菲律宾的船，记得吗？对，就是水炮。我们现在就喷大陆船。来，嘉玉。我觉得刚刚看那个画面，觉得我们海巡人员真的是非常辛苦。其实他们每天都在跟生命搏斗，因为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动辄得救。上次这个珊瑚船破的事件，其实已经得到一次的教训。那这一次可能这样的事情几乎常常都在发生，所以他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执法。那在这个过程中，刚刚讲到这个 GDP 或者是军费的增加，其实我觉得这些第一线执法人员，尤其是常常会面临不管是大陆渔民啊等等这些的海巡人员等等的配备，才是最应该去加强、最应该优先去做设备的补强，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才是每天日常会发生的。那所谓的军费，当然对台湾来讲，现在的军费支出已经占 GDP 的2.4%，已经是非常的高。但是相较于中国的 GDP 来讲，虽然他们是1.3%，7点多兆，但是他们所增加的这个军费，相当于1年7%，比他们 GDP 成长5%还要多，所以是台湾大概12倍到16倍之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何的去扩张我们的这个军事经费，都远远不及中国所扩张，或者是他们的军事设备。所以对台湾来讲，当然和平是优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发展的所谓不对称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讲，当然他们会去看说世界其他国家的军事支出，平均大概是2.5%左右。那以台湾现在2.4%，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只是因为台湾的这个面临的危险或是威胁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是比较高的，所以当然美国会期待说台湾在军事的支出上能够更进一步的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光是就军费的增加是不够，因为更重要的是人力的素质、军力等等的这些，这个可能是台湾现在如果就算有武器，有没有这些士兵，有没有能够去操作武器的人，这些可能更是台湾的重点。所以在训练、在相关的这些人员等等，这些可能才是台湾必须要去重视，而不是只是重视说数字或是军费的扩张。这对台湾来讲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意义，实质上最应该去关心的当然是两岸的关系，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些军事人员如何去补强增加，这个才是重点。梁王慧。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面对就是联合国不断警示的，就是 SDGs 永续发展的部分，海洋资源的这个浩劫，其实就是说越来越少了哈。所以我想渔船为什么渔民他们在捕鱼的时候，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些冲突？因为就是鱼的资源变少。现在大家拿掉两岸的这个关系来看，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我想从金门的事件之后呢，因为刚刚翁委员也提到，就是刚刚落幕嘛，大家也希望
望不要有任何擦枪走火，尽量大家都守规矩。但是就是因为资源已经耗竭，所以有时候渔民在捕鱼的时候，难免都有越界，不是只有到对岸而已，有可能在日本这边都难免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要回来面对比较务实的问题，就像美国智库也不断提出的哈，就是台海危机的这个部分，一直讲说要做这个直接的沟通。从这次金门的这个船的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红十字会就已经是纯粹民间的这样一个组织，跟过去是不同的。我一直认为，在这次金门事件上面，其实一开始也不需要是官方直接跳到最前面，其实红十字会是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关系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再加上现在的执政党其实用非常强硬的态度，才会造成两边的那个不信任感就越叠越深啊。所以现在金门事件呢，在玉珍委员的努力之下，我希望之后呢，在相关的这个事件上面，大家都尽量有一个原来的一个沟通管道可以继续来进行。这次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就是前居后恭了。哦，开始姿态摆很高，哇，管毕竟你看讲话多难听哈，摆姿态摆很高，就来谈啊，对不对？就来谈啊。哦，你这人这尸体啊，船都在我这里啊，我要造成政府对政府，没有9二共识，照样政府跟政府啊，那人家不理你，搞了半个多月，你的胡姓士官又给他抓去了，然后你的澎湖大金门在那边，所以也没办法哦，所以只好又放低姿态，变成这样啊，所以开始哇，姿态很高，非要官方跟官方谈，就最后就变成，他现在我们还坚称。我们是官方对他们的民间，他是说是民间对民间，或者我们又是当事人对当事人。香龙，姿态很高，归姿态很高了。当然，因为农历7月1号快到了，你把两个遗体留在台湾了，那接下去话很多的，就是中国人对7月1号呢其实很在乎的。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一次把这个渔船的事情呢，2月14号的壮男事件做个收尾的时间呢，刚好是赖清德在 IPAC 的场合当中呢，在大谈2758号的时候，其实一边办活动，一边给参与活动人制造一种国际宣传，台湾对大陆基本上面是很理性互动的，那个跟事实差距当然很大。不过这一次在澎湖外海这事件，我觉得台湾应该要尝试用另外一种的交涉态度，就是问清楚，这个时候不是还在你的福记休渔吗？如果还在福记休渔，上一次抓大金满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呢，福记休渔执行的非常的严格，全大陆12万条的渔船呢全部进港，除了少部分要出来的，我所知道福记休渔并不是没有渔船出来，如果你的远洋渔船各方要出来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取得许可的。那大陆方面可以去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船在澎湖附近？福记休渔呢？如果1999年以前，福记休渔是到7月30号，昨天是7月31号。如果1999年以前呢，7月31号你出来是 OK 的。可是现在的福记休渔基本上都到8月16号。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船过来？到底是你的福记休渔的范围，我们知道它包括了渤海，包括了黄海、东海、南海。可是台湾海峡，在每一年大陆的农业部门、渔业部门所公告的福记休渔范围，台湾海峡都是个空白。就是他没有明确讲台湾海峡到底福记休渔或者范围在哪里，渔船呢是怎么活动都没有讲。台湾在这一块来讲，其实是可以针对台湾海峡的，就是说呢，我们从一个生态保育的角度吧，不用讲政治，生态保育的角度来讲，福记休渔台湾也支持。对鱼类是呢养护，但是到底时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大家的活动呢该如何可以就这一点去跟大陆去交涉，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几条船？你能不能说明一下，他们现在呢回去了之后会不会受到处分？让大家搞清楚啊，以后呢大家避免处罚。第二个是，这一次呢对这条的渔船撞了船跑了，比较特别的是大陆的海警船到了，在过去没有啊。在过去，如果你在海上呢，澎湖附近发生这种碰船事件，不会有这么快有大陆的海警船呢很快的到，所以大陆的海警船现在执法的范围已经很靠近澎湖海域，而且对它的渔船的活动，我认为他是知道这个渔船活动，或者这个渔船当它发生了碰撞被台湾的海警呢在追的时候，他很快的通报了呢大陆的海警部门，表示未来即使在澎湖海域，对方的海警跟台湾的海巡执法呢是会有竞合问题的。我觉得这种事情不用大做政治文章，就事论事谈。你不是在福记休渔吗？为什么福记休渔会有这么多的船在这个时候呢跑到澎湖？是不是我们记错时间了？不，除了这个以外啊，台湾也有休渔啦。哦，但是我觉得比较不是很破碎，而且都是地方渔会的。我觉得台湾自己也应该对这个要加强，海洋的保育是非常重要的。哦，比如说以前有那么大的黄鱼。现在什么黄鱼这么小一点点，哦，贵了个要死哈。
就是你的海洋资源越来越枯竭嘛。而且我觉得人类真的胜之不武。我上那个渔船看，那个雷达有没有侦测哪里有鱼就往那边走，胜之不武嘛。以前看到眼睛看哦，天上有水鸟，下面可能有小鱼，有小鱼可能就有大鱼，是这样来判断。现在不是啊，现在仪器越来越精密，你用这种去跟还有那个网子越来越大，越来越细，真的是胜之不武了。休息了再回来。哇，你抓鱼的判断。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今天大家看到《中国时报》这个头版头的标题，吓一跳，说因为日经去访问这个卓荣泰行政院长，他松口说2030可以考虑要因为 AI 当时用很多电。要重启核电，我一看这边我就很奇怪，要重启不如现在就重启了。是啊，2030怎么来得及呢？而且现在才2024还6年，6年以后，你卓荣泰也不在任上了，对吧？你的赖清德能不能连任成功也不知道了。你搞什么就跟蔡英文当年2025非核家园，那2025、2024你就下台了。好，那么因为日经去访问卓荣泰了，所以呢暗示可能会重启核电哦。那这个行政院就是说乱讲，没有提到卓荣泰访问的时候没有提到2030要重启核电哦，说呢是利用标题刻意误导的哦，这个卓荣泰是务实面对，也不会贸然提出要重启核电啊，因为要不然你就现在就做了，你搞了2030，民进党里面有些人一定会骂他嘛。对不对？他何必呢？我就想说，他会这么笨吗？那王世坚有半个小时说在昨天呢，民进党专场8问赖清德，从核电讲到租赁乱象等等王世坚说我是坚派那卓荣泰说重启核电可以讨论，侯友宜就担心绿能配比赶不上你当然是重启，你根本绿能也跟不上，到底怎么办那国民党委员也说呢，2030根本来不及了但是呢，这个学者说。很高兴看到政府松口，像叶中光他们，但是不需要浪费这5、6年嘛，民进党现在其实不是这样讲的，民进党一向讲法就是他很会讲，就是说全世界都是核电流行等等的，他就说未来只要有新的技术出来了，就什么核融合小型核反应炉而且呢又能够处理核废料，我们就可以考虑讲些废话嘛，什么时候这个核心的技术能出来？是5年、10年、20年都不见得出得来，而且贵。你看那个小型核电技术其实蛮贵的因为一个大的发电量很大，你搞那么多小的加起来其实蛮贵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核废料怎么处理？到现在也没办法处理都在核电厂这种埋在那边处理所以等能够处理，所以根本对民进党就是缓兵之计嘛。你们都是核能流行，我也没有反对等到这条件我就可以了。讲些废话，我们看一下。总统2030年会重启核电吗？穿上原住民背心，总统出席原住民政策高峰会，应景，但听到能源敏感问题，不多回应。民进党7月31号举行中执会，而会中最高潮就是中常委王世坚在会中是当着党主席赖清德的面发表了长达半小时的建言，其中也包含核电政策。据了解，会中王世坚直球对决，问主席过去反核是民进党神主牌是否改变？赖清德回应，当年是由时任立委的他和赖静玲将非核家园文字写进环境基本法第23条，反核不是民进党神主牌，而国家总体政策走向立场没改变，强调主张不变，但能源得更多元。不过，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日经专访时透露，关于2025年停止运作的核电未来使用可以讨论，而为了因应 AI 人工智慧和半导体产业需求，将会讨论2030年后的电力发电。政院事后强调，卓奎没说2030重启核电，但这暧昧说法蓝营质疑政府玩两面手法。绿营否认转变非核立场，或许只是暂时保持模糊，等待风向。龙姐，美国有依赖论，对不对？赖清德对美国有那无啥咧信，但是伊对日本是性格会食糕这点你来听我的。他是台南市长在那也做了很多事。我跟你讲，所有
他光是日本留下来的景点，还有高阶级的经历，所以我才会在那10个景点，我跟你讲，北排川宫就死在台南神社，后来改成体育馆，现在改成美术馆，旁边武德殿、台南州厅、警察厅、合同厅、劝业银行再来林百货，所以我才在这中间里面弄一个慰安妇铜像，我去过，好恁来来看嘛。伊对日本是性格的价格啊，安倍晋三是也行啊，就要瞪你啊。好，各位要了解，这是赖清德的下一步棋，他在下一盘棋呀，他是有逻辑性的哎。他在选举的时候，你跟他选的时候，他讲什么？你都不会注意听哎。他说不排除用核能哦，你讲过啊哦。好，那不排除到立法院。对，没有，这是依照宪法精神跟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他要到立法院，而且他也愿意来。坦白讲，我们讲他绕亏耶，真的他来了113个委员，有几个能跟他对打如流，1对1的。外公他来的整个是他收割哎，他是在下一盘大棋，然后你看呢？你看他从童子贤释放这个要阻隔的信息。然后童子贤对永和的说法，再来用了郭志辉当部长，再来卓荣泰当行政院长，这东西伊咧惊奇的。我讲伊就上厉害了，是爱食鸡细里啦，傲咸鱼个鸡沙西米啦，我你工作轻呀呢，这个是伊本质啦。所以请定下唔好安尼说，你这样他看起来他有他的逻辑，我没有浪费5、6年呢。第一个，他满足了基本教义派，我2025非核家园达到了。蔡英文的任期直到2024，当时他从2012年跟马英九参选的时候就提出2025非核家园。如果你今天你落选了嘛，你是一个很负责任我又计划的，那你2016才当选，你应该讲我2029非核家园，这才对啊。可是不是，他就定2025。好，那为了让这个2025的神主牌实现了，所以他明年一定核三一定都停掉的了，核四不可能重启。然后就表示2025非核家园我达到了。我不管你台湾人民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不管你企业要付出什么代价，经济如何衰退，你跟不上，跟我没关系。那我再编一个9000亿哦，各位，太阳能光电有多少官商勾结？你还没办哦，兄弟，你还没办哦。蔡英文办了一件。台南光是一个案就图利91亿啊，那么多案，你告诉我会办，卓荣泰你也跟我说会办，郑明谦部长你也说有分案，但你们还没有办一件，那你现在又搞了我非核家园以后，他又搞了9000亿，要继续搞绿能，哇，绿能是甜啊，也要甜，也要甜，也要大碗，搁满钱哦，食走袂离咧。什么人伫内底咧食？足清楚的，赖清德比我清楚。我听到的绝对都是他听到的，而且他听到的比我多。那我也深信他愿意打击黑金，愿意挑战官商勾结。请殿下，你也办一件出来，无你也绕开。那他现在讲了，因为要重启，要研议，要检查哦，然后要测试。所以大概要5、6年，所以他就提一个说2030，这就是测风向。卓荣泰故意丢出来，如果你今天出来澄清说没有，你们都误解，媒体台湾媒体都误解，日本媒体都没有误解，怎么会变成台湾媒体误解呢？而且你怎么会跑到产经接受产经访问的时候才丢出来？这种情况在行的啦，请殿下唔免来这个较阿萨利也唔免拍摄嘛。台湾真的面临能源危机，你也看到，人民2300多万人也都看到了，大家共同面对嘛，你何必要再让我们苦了几年呢？那电价涨的算谁的？物价涨的算谁的？那整个产业 AI 内阁没有电就变成 AI 的内阁啊啦。因为日本现在有恢复核电嘛，对，南海有恢复核电嘛，所以日本人访问他就要表示。我跟你们日本也是同步了，只是晚几年了，这样啊，免得日本人觉得说啊，你台湾选出一个这个新总统，怎么这样子呢？怎么跟日本跟国际潮流都逆势而走呢？休息一下再回来。